这前面是哪儿啊？那是小鸾台的所禁之地，我也从来没进去过。宫里老人们都说那里面有火凤看守，玄机王族的血脉根源便藏在里头。谁？原来是花瓣啊！竟与你人一样漂亮。我们去别处看看。宗先生，宗先生，你心中可有中意的女子？我这人多年研习药理，并未考虑男女之事。宗先生，该好好考虑了。有时候，缘分就在眼前，不是吗？我们回去吧。元宝，去把门打开。冯氏族谱，元宝，看下面这些洞，这里头应该藏着机关。只要我们把上面的东西取走，没了这份重量，里面的暗器就会马上弹出来射死我们。你现在进去，把暗器破坏掉。之前你说过，五洲各国能去穹苍学艺的人寥寥无几。这个人竟然听命于凤玄，说明他极有可能是玄机生人。如果我们没猜错，只要从小鸾台中找到当年玄机的记载名册，必定能破解出1、2条线索。这个意思是死了。凤七是凤玄的姐妹，应该早在24岁那年就死了，而玉衡是她的夫婿，还活着。可这
凤无名是谁？为什么他的凤凰和别人都不一样？他究竟是生还是死了？月卓渊底下的情况，可能比预想的还要严峻些。直说，玄机的金矿产量，向来是与月卓渊熔岩晶核的流量息息相关。如今金子出的越来越少，那是因为在月卓渊的底部，岩浆火海的奔涌已经大不若从前。再这样下去，月卓渊的流量，兴许只能维持1年了。你可查探清楚了？臣3下月卓渊，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。月卓渊是天造玄机的神迹，岂是我等凡人可以左右的？也许这些裂变只是暂时的，再也许只是你杞人忧天。昨日是我第3回带人潜入月卓渊，很明显，熔岩晶核的水位一直在降低，朕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形。这回，怕是真的出事了。你可知道，你这个说法坐实了会有什么后果吗？月卓渊是玄机的命脉所在，一旦枯竭，只怕整个玄机地下城都会坍塌毁灭。而在此之前，任何只言片语传出去，苍生百姓定会万分恐慌。你听好了，百姓们恐不恐慌，我并不在意。你们唐家世代忠良，是我玄机奉氏最为倚仗的贴身机密之臣。我最在意的是什么东西，你恐怕不会不清楚吧？臣明白。我不是为我一人而活，甚至不是为玄机一国而活。我的身子是否康健，关系到整个玄机5州的生死存亡。如今，我的2个王女，并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别的凤凰灵性。倘若我一病不起，恐怕玄机就真的要万劫不复了。那个宗岳神医说的没有错，我根本就不是得了什么怪病，而是被奸人所害。去查，一定要找到那个躲在我背后偷偷下毒的人，我倒要看看那个人安的是什么心思。是。宗先生出手已经略见成效，不如……宗先生？宗先生是什么人？他是无极殿下带来的5州医圣。要说无极殿下没有安什么心思，你信吗？既然怀揣着私心，那就不能完全信他。2个不速之客，你替我好生监管着，如有异动，速速来报。是。这几次跟你潜入月卓渊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他们都是信得过的凤影阁侍卫，绝对不会走漏风声。把名字上报给内廷，身兼重责，理当重赏。是。去吧。你说，他会不会察觉到什么？也罢，即便察觉到什么又能如何？眼下只剩下这一条路了。你好好去办吧。弟子
佛莲，恳请师尊相助。你有何事相求？您放心吧，弟子已经找到了对付伏妖的办法，恳请师尊赐予迷心术，他很快就会成为您的仆人，而我也会得到想要的权利。您想要的，我想要的，很快都可以实现。扶摇姑娘，姑娘不必担心，奴婢只是受人之托才来此处找您，希望姑娘随我去见一个故人。你的主子可是佛莲公主？嗯。罢了，你在此处点明我的身份，就是要挟我，不得不去见她。奴婢不敢，只因我家主子如今出入不便，只能以此相邀。说起来，我也许久没见她了，就麻烦你带路吧。您这边请。大王女，坐。太子来了我们玄机之后，一直没有来得及好生招待，今日送些玄机的珍玩玉器过来，您看着有喜欢的就留下。怎么没见到宗先生啊？大王女，你是来找我，还是来找宗岳啊？若我说为了宗先生才来找的太子殿下，殿下是否会不高兴？那就看接下来我们两个聊得高不高兴了。好一个无极太子，果然是事事算计啊！太子殿下想聊什么？我听说你有一个姨母，叫做凤琪，听谁说的？是真是假？您都知道了，干嘛还来问我？这是要给我下套，还是要给我使绊子？你母王不是重病，而是中毒。你不知道？太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莫非觉得是我有意加害他？这里是玄机，纵然你是什么天权太子，也得矮上3分。我玄机内政容不得你一个外人翻云覆雨，随意干涉。别着急，如此心浮气躁、沉不住气，如何能够找到下毒的凶手？又如何能惩击大同？倘若你当真是为了玄机，那就该静下心来，好好喝完这杯茶。岳卓渊与玄机之间的存亡关系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基于我的立场，自然不希望岳卓渊有任何的异动。这一点上，你我二人是完全相同的。你想说什么？我希望你配合我查明真相，力保岳卓渊的安定。玄机与五州各国，与你天泉皇城生死相关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若是这么说，我信你。料想这下毒之人，必定是针对王位而来。你也不希望王位落入他人之手吧？如果是这样，那你就好好想一想，有什么样的人会在这个时候不择手段、不计后果的下毒圣人？一定是那个贱人。
妹妹终于来了，佛莲等候多时。姐姐好久不见啊，近来可好？不知姐姐最近又拜了多少寺庙，救了多少人？妹妹，你还在记恨我呢？当初种种，都是佛莲的错。虽然我也一直被长孙平荣所骗，一切都是身不由己，可我知道，我错了，就是错了。如今我请妹妹来，正是要还妹妹一个道歉。道歉？姐姐好一句轻轻巧巧的道歉。当初若非我命大，现在应该已经在阴曹地府了。姐姐怕是要烧纸，才能让我听得到。佛莲深知当初种种，实难弥补对妹妹的亏欠。可如今你看，我虽是玄机二王女，如今却被囚禁在此，生死未卜。我回想往事，回想当时妹妹对我一片赤诚，可佛莲却做了那样的糊涂事，实在是悔恨交加。这件器物，还请妹妹收下。我为何要收你东西？在我们玄机，每一个王爷背后都会有一尊属于自己的如意。这如意不仅代表着尊荣地位，更使所有者经脉气血相通。这个就是我的凤凰如意，我想把它交给你，便是把我所有的尊荣交由你处置。我不奢求你对我的原谅，但我这么做，多少能让你看清我的真心，多少能减轻一些我的愧疚。我不相信你说了这么多，就只是为了一句道歉。除了求得你的原谅，我别无所图。我知道妹妹对我还有猜疑，这都是人之常情。其实，自无极入宫以来，我便猜到在她身边的宗岳医圣，可能是你所办。但是今日我才冒昧打扰妹妹，我就是怕妹妹误会我对无忌他还有什么别的心思。妹妹，你一定要收下，这是我的真心。听你说了这么多，你这如意我就收下了。你的道歉我也听到了，其他话不必讲了。妹妹，妹妹放心，你假扮宗岳一事，我绝对会替妹妹保密的。如今佛莲心愿已了，余生只会为玄机众生祈福，引导无边无际的苦难众生往生极乐世界。昨天佛莲找到我，把这个东西硬要交给我。他说玄机王室每个人都有一个相应的如意，他诚心把它交出来，任我处置。他说的没错，在玄机，若是他把这柄如意给你，就等同于把玄机王女的尊严和地位，通通交付于你。你打算怎么处置？不如这样，我们把它典当了吧，给元宝买果子怎么样？是个好主意。应该值不少钱。你在小鸾台有什么发现？凤轩还有一个姐姐，名叫凤琪，就在她承继王位的前1年，就突然死了。死因呢？
死因含糊不清。但据传闻说，凤琪、凤璇两姐妹自幼关系非常密切。在凤琪死的那一年，凤璇还因为伤心过度，一度要出家替姐姐超度冤魂。那我终于知道佛莲这一套哪学来的了，有其母必有其女啊。凤琪死后能够继承王位的，当然只剩下凤璇，朝臣们自然百般请求，她才登上王位。据传还给了凤琪最高规格的殡葬礼遇，身后事也办得妥妥当当。只是，这个意思是死了。可这凤无名是谁？为什么他的凤凰和别人都不一样？他究竟是生还是死？在小鸾台的记载中，凤琪应该还有一位后人，名叫凤无名。可这凤无名，应该也不是什么真正的大名。奇怪的是，在他们的族谱上，他既不像是死去，也不像是活着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在他们的王室族谱上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相对应的图腾和标识。活人和死人各有各不同的状态，但也只是生和死两种状态而已。可唯有这个凤无名，他的图腾非生非死。或许这是条线索呢，我们可以跟着查下去，应该能有收获。目前可以确定的是，给凤璇下毒的应该不是凤静之，而最有可能的佛莲。没错，他隐忍，也有耐心，论心机和手腕远远比凤静之高明得多，不然也不会花费那么多年的时间去塑造一个莲花圣女的形象。说你以后面对她，可千万小心。你说，这样的一个女孩，像无极太子这种聪明绝伦的人，当初怎么会跟她定亲呢？嗯？是啊，怎么会就这么定下了？这一切都源自于这里的莲池。这里是……我小的时候，随着父皇来到玄机，见这里和五洲各地都不一样，便一时兴奋，在宫中四处闲逛，偶然间发现这里。当年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当年这里碧波粼粼，但凡你抬眼所见，尽是荷花荷叶，十里菡萏，一片锦绣。你是谁啊？那个女孩浑身是伤，那么幼小。当年我就是在那里第一次遇到她。当时的她全身是伤，是那么瘦弱，那么幼小，可是却有一双能洞穿人心的眼睛。我当时只当她是某个婢女的孩子，见她备受摧残，便动了恻隐之心。走。再高一点。
之后只要我有时间，我便常常会来这个莲池，来看看他，来陪他一起玩。所以，当初那个女孩就是佛莲。当初我并不在意她是谁，只是心想，能够让她少受一点折磨，多少能照顾她一点就好。哪知道最后，她也没有告诉你她的姓名，还有她的经历吗？她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，对着世界，对她自己，一切都是懵懂的。我那时候也好奇，究竟是在个怎么样的环境下成长，她才会对周遭的一切全然不知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疑？既见君子，云胡不疑？风雨萧萧，鸡鸣啾啾。风雨萧萧，鸡鸣啾啾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抽？既见君子，云胡不抽？然而他极聪明，我尝试着教他读书写字，没想到他聪明过人，短短数日间，竟然已经能熟记下《诗经》的全文，我怎能不心生怜悯？你是天权的太子，想要帮他，应该不难吧？我当然想帮他。每天看他被打得那么惨，我问他是谁干的，他也不说。于是后来我告诉他，说要带他离开玄机，去天权皇城。他不愿意。他愿意。那一天，我在那里等了许久，可他没有出现。丫头，丫头，你在哪儿？我要回去了。丫头，丫头，你跟我走吗？我要回去了。出发的时辰已经到了，我只能离开。所以，后来你就一直觉得，当初是你抛下了他。我曾经口口声声地说，会保护他，会照顾他，不让他每日活在恐惧之中，会护他一生周全。可我食言了。此后，便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吗？之后我就到穹苍去学艺，直到前5年，玄机圣女佛莲的名声在五洲传开。她四处行善，名声极好。就在我心里想，会不会是她的时候，我收到了一封佛莲寄来的信，和那枚玄灵针叶。这个叫做玄灵针叶，就当是你我相识的信物吧。还从来没有人送给我东西呢。信中所说的，跟当年在玄机宫中如出一辙。如果按照他信上所说，她就是我当初见过的那个女孩。那佛莲在信中一定也提到过，你当初答应他要护他周全的事情吧？傻瓜，我跟你说过，按照玄机律法，若是凤静之承继王位，而佛莲还没有出嫁，那就难逃杀身之祸。他在信上也跟我提到了这件事，所以希望我尽快把她迎娶到天权，保她性命。所以，你心中始终记着以前那个约定，就答应了他。是。只是我有一点想不明白，婚姻之事是何等大事，以你的性格，怎么会被一封信所左右呢？婚姻之事，儿女情长，对我来说本来就可有可无。如果能因为这桩婚事，解救一个儿时挚友，有何不可？没有其他原因了。
好，被你猜对了。我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笼络玄机。我从来不觉得我会爱上什么人，也不觉得有谁会影响到我筹谋已久的运筹帷幄。只有你。所以，你真的确定佛莲就是当初那个女孩吗？玄机堂驿中，见过无极太子，天煞汉王。先起来说话。谢太子。先前在天煞之间的选拔赛上，我有幸见过真正的五洲医圣，所以，在瑞成宫见到你时，便知道你的身份是假的。你叫我扶摇便好。扶摇姑娘好胆识。此事还有谁知道？太子不必忧心，我凤影阁虽是女王的暗探，但扶摇姑娘是什么来头，与我们玄机暂无关系，我不会透露给任何人。先生此次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我是玄机凤影阁出身，一直以来为玄机王室督办，处理各项机密，可以说算是为数不多掌握凤氏王族秘闻的人。我知道你们二位在查探什么。然后呢？玄机宫内体系森严，即便是小鸾台中的文书记载，也多是被篡改过的。要想知道真相，必须去找当事人问话。你说的当事人是谁？去找一个名叫凤舞的人。你为何要帮我们？为了玄机。瑞成宫的药煎好了吗？刚煎满了时辰，这就要送过去呢。歇着吧，我来。是。您为了讨得陛下的欢心，如此亲力亲为，定有所求吧？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是想和无极太子早日联姻？无极太子虽好，可惜不合我胃口。我呀，另有心上人，一会儿去找母王，怎么也得磨得他同意。那个无极太子功力极深，我几次试图出手暗杀，竟然丝毫没有可乘之机。你是不能杀，还是不想杀？我既不能，也不想。住口！你是想借由他的手，查出当年那件事情的真相吧？这么多年，我对你的心思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、最在意你、最心疼你的人，怕只有我了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能告诉你答案的人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当年知道真相的人，死了，全都死了。全都被我杀死了。
你只能听我的。只要你还想活着，还想查出凤岐母女的下落，你只能听我的号令。明白了。那些毒，你还得接着给我下，量不必多，只要让我看起来有些虚弱就好了。绝不能让人知道，他们的玄机女王根本就没有什么凤凰灵性，更不能让人知道月卓院的事情是因我而起。谁？在下失礼于太子殿驾前，请恕罪。您快请起。谢太子。既然您认得我们就不故意绕圈子了。我们有些关于玄机王室的问题，想要请教您。坐下说吧，请。太子殿下，请问吧。我们为了探寻真相，曾经前往小鸾台，在玄机王氏的族谱中记载了，先王凤羽育有2女4男，这2女分别是凤岐和凤璇，也就是说，这2人其中1人必然具有凤凰灵性，得传王位，是吗？的确如此。请喝茶。那此人是凤璇吗？这个不好说。你们只知凤璇、凤岐视为姊妹，可你知道她们2人是孪生姐妹吗？她们出生的时辰相隔不足半个时辰，所以这凤凰灵性到底在谁身上，还真不好说。那有没有可能，他们都不具备凤凰灵性？在过去的千百年间，从未有这种状况。月卓渊和玄机王族的凤凰灵性相融相通，所以在王室子嗣中，必定有1人具有这样的凤凰灵性。但无论如何，也只有1人才有，所以玄机的王座从未有过任何争议。凤凰灵性这种东西，看不见摸不着，谁又说得清楚呢？这便要依靠月卓渊了。具有继承资格的王室女子，在出生以后会被带去月卓渊。只要是命定之人，必然会有神迹出现。人心也许会错，但天意绝不会，是吗，吴郡王殿下？是啊，因为凤璇、凤岐是孪生姊妹，依据玄机的时辰和规矩，需要一同送往月卓渊。这种事情在过去还从来没有过。一同送往的话，不是就更分不清到底是谁具有凤凰灵性了？所以月卓渊当时始终没有任何神迹。母王很紧张，生怕这件事传出去会天下大乱。可是，当时的玄机并未有任何明显的祸乱，有没有可能这2姐妹同时都具有凤凰灵性？不，母王怕天下大乱，说她们姐妹2人因是孪生，相生相克，所以这凤凰灵性才不显现。只有等2位王长女长大成人，结婚生子，在她们女儿身上才会有凤凰灵性。到那时，
才能确定谁才是真正的王长女。但是万万没有想到，时隔20年，相同的事又再度发生了。快点！说来也巧，后来凤璇与凤琪几乎同时有了身孕，又赶着同日生产，前后诞下2名婴儿。快用力呀！传说凤璇生下女儿之时，那女孩口含莲花，极为祥瑞。而在这个时候，岳卓渊竟然有了神迹，于是大家就都认定是这个含莲而生的孩子带有凤凰灵性，便也以此为据，册立了凤璇成为王长女。在那之后不久，凤琪便暴毙而亡。再然后，凤璇顺理成章的就登上了王位。那这含莲而出的人到底是谁啊？是佛莲。那佛莲非但没被立为储君，反而现在处处受制，这是为何？那是因为凤璇登基以后，修改了玄机的继承制度，明确改成册立嫡长女为王嗣的规矩。这说不通啊，不合常理。这的确说不通。倘若佛莲真是命定之人，那凤璇为何修改规矩？除非佛莲不是凤璇的亲生骨肉，亦或者是他们都不具备凤凰灵性。只是凤琪当时也生下了一个孩子，可惜啊，这个孩子没福气，没能活得下来。他是否叫凤无名？莫非这凤无名才是具有凤凰灵性的人？我也曾经怀疑过，可是当时的事，知情的人都死绝了。如果按照你们所说的，那凤璇登基的背后另有文章啊。可惜啊，凤无名也死了。不，他应该还没有死。哦，我在玄机的王族族谱上看到，代表活人的凤凰振翅高飞，而代表亡者的凤凰浴火成灰。可唯有这个凤无名，既不像真正的活着，也不像死去。你上次不是说这凤无名的父亲孟寿还活着吗？是啊，从族谱上看来，他的确还活着。那会不会……一直以来，凤璇、凤琪2人姊妹情深，最初使他们产生裂隙的，是因为叫孟硕的人。你们可知道这孟硕是什么人吗？十圣者中的玉衡，便是此人。没想到竟然是他。5州10圣者皆是绝顶的高手，可唯有这个玉衡是通晓史籍的文武全才，也是其中最为风华绝代、玉树临风之人。确实如此。当时玉衡的风头极盛，玄机王族中的女子，又有哪个不青睐于他？这其中也包括凤璇和凤琪吗？他是玄机贵族的世家子弟，自幼常常出入于宫中，而凤琪早早便与他互生情愫，2人青梅竹马，情投意合。后来，玉衡领命代表玄机前去参加10圣赛，成为了5州10圣者，从此有了玄机玉衡的名号，威名在外，赫赫5州。但其实，凤璇，他的心里一直爱慕着他。那这个玉衡，现在身在何处？自从凤琪死后，他就走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现在最要紧的是，凤璇重病缠身，兴许撑不了多久。眼下是凤静之独掌朝纲，而那个佛莲凤静凡，我料定他不会坐以待毙。如今的玄机，处在万劫不复的边缘呢。这么说，岳卓渊是要出事啊？岳卓渊深渊之中驻守着一只祥瑞凤凰，传说这只凤凰镇守着渊里面的巨大的巫邪之力。倘若玄机生乱，
凤玄又镇守不住月卓园，使得祥瑞凤凰非礼，那么武周将万劫不复啊！自从法西王死之后，我已然是个活死人，什么身份、地位、财富，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了。如今玄机有难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玄机毁灭。我无力做的事，还请无极太子务必出手，为了咱们的武周，咱们的后人，救救玄机。请。唐小公爷，忠良之后，人才了得，请无极太子务必安心差使他，历练他。谢过我君王，您请留步，无需再送了。若我猜的没错，你不姓唐，该姓凤吧？太子殿下，果然是无所不知。凤玄即位后，家父的同胞兄妹接连处意外，难得善终。家父心灰意冷，常年隐居。靖国公府是我母亲的娘家，后来我也隐埋身份，成了凤隐阁的人。为王室鞍前马后是本分，但我不愿成为屠虐武周的刽子手。只有及早阻止陛下，才能回避玄机的血雨腥风。这便是我希望太子殿下介入此事的原因。这么说，给无极寄信，希望他来玄机的人是你了？我从来没有寄过什么信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事目前已经不重要，眼下最重要的是要查出凤玄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。宫中还有一人，知道陛下更多的秘闻，只是此人神出鬼没，很难接近。玄机宫中，直接听命于凤玄的有2路人马，一支是我所领兵的凤隐阁，另一支便是这从不露面的影子。这些年，他帮着陛下做了不少龌龊勾当。此人功法极其深厚，寻常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说的这个人，莫非是玉衡？现在只有找到他，才能知道。还有件事，要请你帮忙。太子请吩咐。我们得去月卓园看一看。别怪我狠心，我为了今日的一切，费尽了心思。百密一疏，竟然还让你给碰见了。谁也不能破坏我的计划，即便是我的亲生骨肉。他们终于一步一步走入了这场局。师尊的心愿很快就要实现了，我恳请师尊一路庇佑，让他们有去无回。
你做得很好，但千万别伤他性命。师尊，如愿便好。这里就是月卓渊最深的渊底了。小心！这里真的很奇怪，一点声音都没有，连凤鸣声都听不到。安静，才真的不可预测。那边是什么？那里就是真正的月卓渊。你们看，那有只火凤凰，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到？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你来我这看，你看，我也看不见。啊？你说什么？你也看得见？这……嗯？哎呀，你们回来了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们在月卓渊出什么事儿了呢。我们能出什么事儿？小心！我没事。是凤璇的影子，又是他，我去会会他。你们留在这儿。哎，你留在这儿，我去帮他。哎，你小心啊！孟叔前辈，请留步。
杀了我姐姐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杀了我姐姐！原来你假冒医生，暗藏祸心，行刺王女，人赃并获。妹妹，你千里迢迢赶来我们玄机，出席这场大戏，实在是太热闹了。是你。你陷害我！陷害？这人都是你杀的，你还拿着刀，害人的不就是你吗？你假冒医圣的身份，故意接近我母王，趁机下毒。你步步为营，精心算计，今日你就把我姐姐杀了。莫非他对你一片真心，实在是可悲可叹。别白费力气了。自从那日你收了我的那个如意，你就陷进了这个圈套，很难脱身了。你对我下毒！下毒？下毒怎么能逃得过无极太子的眼睛？我只不过是让我的师尊稍稍的帮我动了些手脚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怎么看得出来？我要把你从我身上夺走的全都夺回来，无论是身份、地位，对，还有无极。因为这一切本来就属于我，本来就是我的，是我凤静凡的。不然，凤静凡，凤静凡，我早就看透你是什么人了。我早就知道你从娘胎里带出的妖媚，你早该死！我当时就应该杀了你，为什么要留下你这个活根？为什么让你活着，让你成为我和无极之间最大的障碍？你夺走了我最爱的人，抢走了我这10几年来最珍重的一切，你夺走了我这10几年来最看重的一切。你早该死在那不见天日的冷宫里。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你为什么要害我们？是你活该，这都是你的报应。报应？我告诉你啊，那个人叫徐婉，错就错在他当初为什么要救你，错在不应该留下你这么一个祸根，所以他死有余辜。我到底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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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谁？你是杀害玄机王女的凶手。
赶不及了。你说了不算。这是玄机杀人的终绳，一切已成定局，覆水难收，你赶不及的。你说了不算。要救你的人可以，跟我做个交易吧。我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想必你是面具戴久了，忘了你自己究竟是谁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个人根本就不是什么医圣宗岳，因为我先前在天泉皇城见过真正的宗先生，我也见过这个与下犯上的贼女子。当时君父皇帝就下令说要杀了他，没想到他竟然跑到我们玄机国来了。是吗？就是他杀了我姐姐，我亲眼所见，他当时还拿着刀，就是他杀的。他说无极太子不能跟我们玄机王女结下姻缘，他还说无极太子只能是他一个人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一没有杀人，二没有害人。到底杀人的是谁？到底有罪的人是谁？陛下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你放心，我会风风光光的给你办个葬礼，昭告天下，就说你是为了江山社稷操劳过度而死。可是这朝廷上下的悠悠众口，我又怎么能堵得上？母王，谁？是我。你怎么会来的？擅自离宫，你可知该当何罪？我是带来了新抄写的佛经，本来想为母王静心养神，可眼下母王好像又添了新的麻烦，恐怕这一本却不够。好大的胆子！母王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愿为母王分忧。不管我看到了什么，母王心里应该清楚。儿臣是向着母王您的，真的。眼下，儿臣倒是有一个万全之策。起来说。儿臣心系母王，便想求这医圣宗岳好好调理母王的身子。可我瞧着这个医圣，总觉得哪里不对。他就是之前在天泉陷害我的那个扶摇，根本不是什么医生。此人居心叵测，步步为营。母王，您可知他为何前来玄机？为何？因为尽管说出来。因为他就是风无名。你为何不早说？我也是刚刚知道，这便前来禀报。
真的是像。母王放心，只要我们斩草除根便是。我们师出有名啊。扶摇假冒医圣，暗藏祸心，行刺王女，当斩。大胆贼女，证据确凿，还敢狡辩！此女冒充医圣，暗藏祸心，行刺王女，当斩！等一下，可我按这些罪名，我都无所谓，但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。你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啊，凤金凡？你是谁？扶摇姑娘，你一定是一时间被死心塌狱蒙了双眼。日后，我一定会诵经为你超度，化去你这一身的戾气。禀奏陛下，王太女遇刺身亡，实为玄机国举国伤痛之事。但如今玄机风雨飘摇，国不可一日无储。臣等奏请佛莲公主继任王太女之位，以安定人心。不，还是先为王长姐报仇雪恨，惩戒这个真凶之后再说吧。一切的恩宠赏罚，皆由母王您定夺。无极太子到。陛下，宫里出了那么大的事，怎么也没人通知我？禀奏陛下，行刺王太女的这个人是假扮医圣宗岳而来不假，但到底还是无极太子带入玄机，举荐给陛下的。如此说来，太子殿下是不是对我玄机有所企图啊？说起来，我们玄机可对你们不薄啊。如今大灾之年，皇城闹了戾气之毒，我们甚至还多送了30车金子给你们。历年的进贡也从来没有过亏欠，宁愿我们自己少些用度，也尽量保证皇城的开销。要说忠心耿耿，玄机一向是处心竭力。不求您记着我们的功劳，但至少不应该暗箭伤人吧？倘若太子殿下对我们有什么成见，不如直接说出来，何必借他人之手呢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假冒宗岳一事完全是我一人所为，与太子无关。您要罚，就请罚我一个人吧。一人之事，那便一人治罪。来人，在。将这个假冒医圣的刺客打入狱牢，严加看管。是。你们，陛下，此事尚有诸多疑点，我想恳请与陛下私下交谈，还请务必要答应。
我大病未愈，此刻已心力交瘁，请太子殿下见谅。太子的事，还是改日再议吧。恭送陛下。算起来，我已经服用了斑毛金枝接近1个月了，没有什么大碍吧？陛下放心，老臣调制出的汤药，毒性至多只有3分，又有玉衡大人亲自拿捏剂量，是绝不会伤到脏腑的。再加上前几日宗神医送来的解毒丹药，如今陛下体内几乎已经没什么毒性了。什么宗神医？不过是欺世盗名的赝品罢了。是。你听着，这剧毒的斑毛金枝，是奸人妄图以下毒的剂量伤及玄机，与玉衡无关，更与我无关。听明白了吗？臣一直守口如瓶，为陛下办差，不敢多说半个字。你记住了就好。起来吧，你有功，近日宫里的赏赐会送到你府上去的。谢过陛下。这个人已经没有用了。我到底是谁？我是让你杀了他，可也没有让你立刻就动手。一个糟老头子就死在我的瑞辰宫外，这也太晦气了。好了，我也就是随便说说而已，没有怪你的意思啊。事情已经办完了，我先回去。为什么？你看着我，看着我，你好好看着我。我的样子分明跟他一模一样，为什么我偏偏不行？你告诉我，为什么？你不是他，永远不是。可惜，他的生死却掌握在我的手上。你终于忍不住要动手杀我了。你追随在我身边19年，要动手，我早死了千回万回了。杀我，易如反掌。可惜，你舍不得我。你既舍不得我死，也舍不得放弃追寻他们母女的下落。我死了，你就永远都找不到他们母女了。
不是吗？这些年，你暴虐成性，为了夺得权力，滥杀无辜。可笑的是，我竟然就是你手中那把最恶毒的刀。我这身脏血怕是洗不干净了。什么叫不仁不贵？什么叫心如死灰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！你当真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是你逼着我立下了生死盟约，是你逼我替你谋权害命，是你把我逼成了今天这副模样，还口口声声说会答应帮我找到他们母女俩。只怕你宁愿把真相带到棺材里，也不情愿告诉我，是吧？即便是这样，也是你咎由自取。谁让你当年选择凤琪而不是我呢？论相貌，我长得跟他几乎一模一样；论才学，我从来没有输给过他；论帝王之家的韬略，我胜过他何止大半。这么多年以来，你对他的心思从来就没有改变过，为什么？我凭什么让你活得快活？其实我早就不想活了。既然活着要难过，那便一起去死吧！你的女儿根本就没有死。她在哪儿？她到底在哪儿？别着急呀，等我明日处死了那个杀害王女的凶手，当年的一切，你妻女的下落，我都会告诉你。好，我等着。丫头，对不起，让你受苦了。我现在带你走。等一下，我不能走，也不想走。这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害你的人，我不会放过。我不想走的原因是，你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在查一个凤凰图腾吗？那个图腾我小时候好像见过，但我想不起来在哪儿。这一次佛莲虽然害了我，可是却让我想起来一些以前的事情，但仍然非常模糊。所以，我想继续留在这儿，看看能不能查到以前的事情，也许能想起来我自己是谁。我帮你。我这边也查到了一些事情，我已经隐约能够看到玄机王宫背后的真相。或许你的身世跟这王宫的秘密息息相关，我们必须从这里下手。但是想要查清楚真相，还得求助一个人。你说谁？玉衡。他已经是这宫里的老人了。作为凤璇的影子，这宫里面发生的事情，他比谁都清楚。他为什么会帮我们？我与他有一个约定，只要我能帮他找到他妻女的下落，他便会在玄机王宫策应我们，尽量牵制住凤璇。